桌上这只万三蹄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为一个人准备。多年前，我第一次来周庄，一辆面包车里坐着一家好几口人。多年以后，我又回来了，桌边只剩下我。周庄成了景区，我也成了游客。我原本只是想回来看看，它和记忆里还一不一样。可走到最后，我开始怀疑另一件事：如果我再也找不到从前的周庄，那段小时候的记忆还算数吗？这次再来，那辆面包车当然已经不在了，当年一起出发的人也没有站在我的身边。重新走进周庄，以前是家人带我来，现在我要自己决定走哪条路，在哪里停下来，又要把什么留进镜头里。我一直在找，想找一条以前走过的街，一座似乎见过的桥，或者某个能让我立刻想起小时候的画面。可找了很久，我也没找到。眼前是新的招牌、新的店铺，还有规划的更加完整的游览路线。我甚至分不清到底是周庄变了，还是小时候的我根本没有认真看过它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拍的有点像在取证。我不是在看今天的周庄，而是在要求它证明我记忆里的周庄真的存在的。可一座小镇又该怎样替一个人证明他的童年？所以走了一会儿，我决定不找了。我不再要求眼前的周庄必须和记忆里的样子完全一样，我只是想带着相机走一走，看看今天的他究竟过着怎样的一天。周庄还是很容易让人慢下来，河道把街巷分开，一座桥接着另一座桥，船从桥洞下面经过，船桨推开水面，过一会儿，河水又慢慢恢复了宁静。石板路上的脚步声，店铺里的招呼声，还有游客拍照时说话的声音混在一起。主街很热闹，可只要拐进旁边的小巷，声音马上就低了下来。同一个周庄，好像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。一边在迎接游客，有人介绍景点，招呼生意，告诉你应该看什么、吃什么、带走什么。另一边还有人每天开门、关门、做饭，过着自己的日子。刚开始，我总想把它们分清楚，哪些是以前留下来的，哪些是后来加进去的，什么才是真实的周庄，什么只是为了让游客看见。可走得越久，我越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早就分不开。一座古镇想被保存，也得继续生活。老房子需要修，街道需要维护，住在这里的人也要工作。游客带来了生意，也改变了这里原来的样子。街边店铺里的丝绸，对游客来说可能是一件带回家的纪念品，对这里来说却也是一种老手艺继续被人看见的方式。它被重新设计，被摆进店铺，又被不同地方的人带走。后来我坐下来吃周庄的东西，万三蹄、青团、桂花糕，都是很多人来到这里会找的味道。万三蹄端上桌的时候，我看了它很久，酱色很重，表面带着光，里面的肉已经炖得很软。可我想到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它好不好吃，而是这道菜看起来本来就应该放在一张坐满人的桌子上，它不像是为一个人准备的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又想起了第一次来周庄时的那辆面包车，那时候车里坐着一家好几口人，这一次桌边却只有我，旁边放着一台相机。我也是到这个时候才明白，从走进周庄开始，我一直想找的可能根本不是某条街，也不是某座桥，我想找的是当年和我一起来的人，是一群人坐在车里的声音，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也不用担心走丢的感觉。可这些东西不可能留在原地等我。有些食物的味道不只来自食物本身，还来自当时和谁一起吃，饭桌上说过什么，以及那时候的自己。所以同样一道菜，多年以后再吃，味道一定会变，未必是厨师做的不一样了，而是坐在桌边的人已经不一样了。
青团和桂花糕要轻一些，软糯的米香，淡淡的甜味，还有桂花留在嘴里的香气，仍然会让人想到江南。可我没有在这些味道里回到过去，我吃到的是今天的周庄。